趁着粉丝老妈不在家，偷偷给她断舍离了1个月，终于迎来了大结局。好多人没看够，别担心，咱们还有番外篇呢。小姐妹想趁着阿姨回家的这一周，把她在大连这个房子也收拾出来。不光有番外篇，阿姨家这个房子还有2期的视频没更出来，就是这个17、18年一直往里堆东西没往外清的仓库。用了3天的时间把东西清空了，又用了3天的时间铺了砖刷了墙，叔叔还搭了一个架子，这个松动的支架叔叔也用水泥给它修好了。为了不像原来那样都堆在地下，我准备给它用木方打几个货架。好多人都建议应该买成品货架，但是呢叔叔家有好多的木方，堆的都没有地方放，所以我就想给它废物利用，这样既能消耗一部分的木方，也能给小姐妹省一笔费用。这次给阿姨收拾屋，小姐妹也没少花钱，不算我俩的吃住费用，光屋里的投入的话也差不多小1万了。她想的是把家里这些该换的全部都给她换了，然后阿姨回来能更容易接受一点，毕竟是偷偷的给阿姨把屋里那么多东西全都扔出去了。之前好多人都担心和好奇，偷偷的扔出去了这么多的东西，阿姨回来以后是什么样的态度？还有的说应该把120准备好，还有的说把药准备好。讲真的哈，我昨天确实是有点紧张，但是我还真没害怕。我感觉小姐妹既然敢这么做的话，肯定就保证她妈妈能接受，毕竟是母女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，阿姨是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和态度都是有所了解的。通过昨天他们之间的聊天，我也了解到，其实阿姨之前早就想收拾，她也觉得好多东西都用不上，而且她的同学或者是小区里的朋友只要到她家都说东西太多了，应该往外扔一扔。但是呢，阿姨一直狠不下心来，再加上岁数大了，没有那么大的精力，就一直拖到了现在。听叔叔说，阿姨的人缘特别好，不管是同学还是小区里，只要她一回来，几乎都不怎么在家待着，可能一天就能在家吃上1顿饭，动不动的3、5成群的朋友就一起去泡温泉了。听叔叔说，阿姨他们1周能去3、4天，这也是为什么小姐妹说那些香皂、毛巾都是阿姨泡温泉的见证。我从来没有问过小姐妹为什么阿姨经常去泡温泉，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，应该是跟她的工作有关系。在收拾东西的过程中，我发现过完美，就是那种直销的产品和书。我想是不是那个时候为了拉客户，经常去泡温泉？这个我还真没问过哈，有机会的话我一定给你们确认一下，家里那么多的毛巾、香皂、洗发水都是从哪来的？之前我看某个平台的评论区就说，叔叔他们家那个超市的小车，还有这些香皂、洗发水都是偷偷的拿回来的。香皂、洗发水我就不知道了，但是超市小车肯定不是。我听小姐妹说是叔叔他们单位一个超市黄了，然后问叔叔这个小车要不要，然后叔叔才拿回家的。听小姐妹说，叔叔在外面的人缘好，别人给啥他都往家拿，这也是为啥他们家仓库里的东西那么多的原因吧。而且像这种超市的小车啥的也可以买二手，在一些二手平台上就能买到，不是说家里有这种东西就是从超市顺回来的。今天这个架子真的是研究了好长时间才开始干。叔叔他们家这个木方又宽又厚，最宽的那个是5×10的，长板是2×10，气钉枪根本就打不过去。本来叔叔要去买那个90度的角码，他来电话的时候说好一点的要4块钱一个，我就感觉有点太贵了，所以我就用这个木方给它做了支撑。其实这种厚木方用木螺丝是最好的，但是最后我还是感觉没有这样支撑起来结实，主要家里也没有那么长的木螺丝，再去买不光是耽误时间，也不好往里扭，这木方有的是，正好消耗。我是一边干一边研究这个架子怎么打，我就想着不管它好不好看，打完结实能放重东西就行。这个2×10的横板尺寸都是一般大的，本来我是想着给它切成小块，然后横着担上，后来想了一下这样太浪费了，想了半天在头上加了一个方子，正好中间又担上了一块，这样不浪费，将来如果架子拆了，这个板还可以干别的用，基本上属于是一点没浪费。拆完以后还是成捆的木方，可能是因为木板厚的原因吧，这个架子打完以后一点都不晃，但是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在后边还是加了一个斜梁，这样这个架子不管怎么晃它也不会动了。板子太厚的地方我不光用气钉枪钉了，还用那个长的铁钉给连接了，散架肯定是散不了的，用个3年5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。第一个是一边研究一边干，打了差不多小3个小时，等到第二个的时候就有经验了，提前把那些固定尺寸的木方给它锯出来，然后再去干，有了第一个经验，第二个就快很多了，也不会像第一个一样2个2个的干，直接4根一起整。知道怎么打以后就容易多了。就这个架子我真的是犯愁了好几天，
就把那几捆木方摆在眼前，看了好多次，不知道开头怎么干。现在会了就不觉得那么难了。第二个就比第一个快很多，2小时就干完了。真的这个架子老结实了，就我上去一点都不带晃的。这是阿姨回来的前一天周6的视频，2个架子做完的时候都已经3点了。我们就开始往这个仓库里面归置东西，上打架子还得把这些酒搬进去。这2个桌子也是仓库里的，原来上面搭了2块木板，再给它搬下去，这样放东西还能多放一点。刚开始往里搬，叔叔就回来了，他怕我们干不完。第2天阿姨回来了以后，这里面还是乱七八糟的，真的是幸亏叔叔回来了。就这仓库里面他那些工具都老沉了，就靠我俩搬的话真的老累了。而且还有好多是叔叔的东西，之前我们也不知道该留不该留，都没动。正好他回来了以后可以挑一挑，把那些不要的就直接丢出去了。像这个箱里面是1箱磁带，还有小姐妹上学之前用的东西，叔叔说就不要了。还挑出来了1箱子不用的书本，叔叔还是有改变的，之前往玉米地里藏东西，现在能主动往外扔了。其实说实话，上次叔叔往玉米地里藏东西，真的是害怕阿姨回来说他本来是想的，等阿姨回来跟他兴师问罪的时候，他好拿出几包来再邀功，我给你藏了几包没都扔。结果后来是都被我们翻出来了。叔叔一开始也没想到收拾的这么彻底，一开始他以为只是把屋子里收拾收拾，没想到收拾院子，就连仓库也给收拾了。这些全是叔叔的工具，还有好多成箱的都是新的。听叔叔说他是12年下岗的，下岗以后没有活干，就跟阿姨他们2个人包工程干了，有好多都是那个时候包工程剩下零件。这个水泵叔叔说不要了，也是犹豫了再三，还有点挺心疼的。后来一想以后也用不上了，就直接给他卖了。这几个红箱子是叔叔阿姨结婚的老物件了，他说这个可不能卖。叔叔对于他和阿姨结婚留的那些老物件挺在意的，几乎是都留着呢。这几个音箱差点给他卖了，被叔叔那天回来给截胡了。这个桌子也不让扔，他说这是叔叔阿姨结婚的时候专门跑到大连买完，坐了3个小时绿皮火车带回来的，都可有回忆了。音箱叔叔说好用，他们有大型表演的时候可能能用得上，但是我感觉放到那几乎就用不上了。这些全是酒，从客厅里收拾出来了，倒了好几个地方了，就开始放窗台，然后又放地窖，现在终于给他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了。叔叔平时不喝酒，阿姨能少喝一点，但是家里酒是真不少呀，几乎都是阿姨买回来的。这还有4个大白桶，里面放的也是酒，多了2个货架，一个货架放了叔叔的工具，一个货架放了酒，都满满的了。再有东西的话就得往高了摞，或者是放地下了。收拾了3个小时才把这个东西归整完，还有点能卖的又给大姐打电话，他给拿走了。这一次卖了15块钱。这一堆罐头瓶也不要了，从这个家里扔出去的罐头和罐头瓶子差不多得有70-80个了吧。这么一算，阿姨家里的罐头瓶子都有100个，炉里面还有20几个呢。扔出去这么多罐头瓶子，要是让阿姨看到的话肯定会心疼。她平时那么喜欢做罐头，当初这些都是花钱买回来的。昨天知道她看什么手以后，我们也给她拉黑了，就怕她看到视频。如果不看视频的话，不知道具体扔出去那些啥，有些的都想不起来了。真要是看视频看着扔出去那么多东西，肯定得上火。虽然这次阿姨回来她没生气，但是过后肯定得叨几天，特别是找不到东西的时候。这个小仓库就收拾出来了，连扔带改造一共是干了7天吧，终于是把它收拾的像样一点了。好多人都说一个小仓库刷什么白贴什么地砖，这整完了以后放东西也干净呀，主要是家里不是有闲置的地砖吗？再看看他没收拾之前的样子，东西都堵到门口了，只能在房顶看到一个小小的缝隙。现在再看宽敞多了，按叔叔的话说都可以放一张床在这睡觉了。